为什么你已经重启了，却还是同一个人？所有教你重启的视频里面都给了你一张地图，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沼泽，而地图在沼泽里是没有用的。你有没有听过特修斯之船？如果一艘船，我们把它上面所有的木板一块一块的全部替换掉，等到最后一块木板替换掉之后，这一艘船还是不是原来的那艘船？而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现代神经科学，其实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你的大脑其实每天都在重写记忆、更换木板。你所以为的你的自我，其实只是一套叙事程序，只是一个故事。所以呢，其实你以为的自我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它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的。这就是说其实没有什么是真正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一个自我，这其实是一个好消息。但其实这也就是困难所在，因为如果你不主动的介入这套叙事程序，其实你就像一个惯性的飞轮一样，你的故事是在惯性当中自动续写的，续写的是同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呢，重启的第一层不应该是改变行为，而应该去识别你正在运行的是哪一套叙事。绝大多数人重启人生的方法呢，都是先在脑子里操作的，制定一个计划，说服自己，强行执行，然后呢，就在第3周崩掉了，然后就会怪自己没有意志力。这条路其实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条路其实绕过了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就是你的身体。你绕过了你的身体。躯体化这个概念在心理学当中已经有大量的文献，你以为很抽象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但是其实在身体层面，它们是以非常非常具体的方式被储存的。心理学家他在研究创伤的时候发现，长期无法向前走的人往往不是想不通，而是他们的神经系统还卡在过去的那种应激状态里面，所以他们的身体是在保护着他们，让他们无法向前移动。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小实验，就是现在你想象一个你想改变的事儿，然后闭上眼睛，想象你真的改变了，这个时候观察自己身体的这个感受。你感受你自己身体做这个想象的时候是收紧了还是松开了？你感受到的是沉重还是轻盈？如果你感受到身体是收紧，那么这个改变对你的身体来说是某种威胁，那么你的意志力它是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威胁的身体感受的，你的意志力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身体的信号的，因为这个身体的信号是比你的意志力更古老的构造。所以如果真的要想重启，你第一步必须要跟自己的身体谈判。好，有的人是失业之后重启的，有的人是大病之后重启的，有的人是走出一段关系之后重启的。你有没有发现，触发这些事件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打碎了之前你扮演的角色。所以说呢，你的身体他感受到自己原先的那个角色不存在了之后，很多人都会急于让自己忙起来，就是你的身体会想要赶紧找一些行为，赶紧找一些行动来及时的填补这个亏空，要么是找下一份工作要么是找下一段关系，让自己再一次有定义。这种应对当然是非常本能化的，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有另外一个解法，就是在这一个真空当中，你可以去尝试看清自己的结构，而也只有在这种真空当中才能够让你看清这个结构，因为在这里你就是你，你不是那个被定义的角色。因为重启或者说身份切换，它的核心不在于说我想要成为谁，而是你要先问一问，我之前扮演的那个角色是我选择成为的吗？还是那个角色是我被看见、被选择、被爱的工具？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是不是从小时候开始，你就慢慢识别出了有某个版本的你自己是更安全的、更流畅的、更被爱的、更受大家欢迎的、更被爸爸妈妈夸奖的？我们其实尝试着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把这个角色、这个身份打磨得极其流畅，以至于我们忘了，其实那个身份是一种表演。所以呢，你真正的身份切换，并不是简简单单大家说的是我今天开始我要自信，而是你要去找一找那个没有在外人面前呈现的那个没有那么受欢迎的那个我，到底在哪里？到底是谁？那个部分你需要给他一点氧气，让他呼吸。存在主义哲学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叫做本真性。海德格尔用它描述了一种状态，就是你不再把你自己外包给别人怎么说。这个定义当然听上去很浪漫，但是它其实是非常有重量的。它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把你现在不喜欢的人生再归咎于其他任何人了。萨特说，人是被判决为自由的。很多人呢把这句话理解成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其实萨特的本意是有一点残忍的。他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借口，也就是说，过去你所经受的，不论是创伤也好，还是你受到的限制也好，
即使他们是你的过去，但是在当下的现在，你依然在做出选择，包括继续被他们定义。所以说呢，真正的重启其实是在逼你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揭掉所有的应该，你实际上想过怎么样的人生？因为如果你始终是选择的主体的话，那么你是一直有能力做出不同的选择的，包括如何去定义你的过去，包括如何去看待你的创伤。很多人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有可能会要求他们承担真正的代价。真正的重启人生，本质上就是在做一件事情，看到那个代价，停止假装这个代价不存在，然后决定你是不是真心的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请关注我，让我们一起迎来更美好的人生。我是小雨陈朱琪，我们下期再见。